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家的桃子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萌趣动物胸包猫咪款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“趣之社”进入查看。这款包包由主体、肚皮、尾巴和斑纹组成。先钩织主体，然后再制作其余部分。主体由腿、身体、头、五官、手、手指、脚趾和拉链组成。这款产品大部分使用表格图解的形式，往下我教大家认识一下表格。表格中用 R 加数字表示圈数， H 加数字表示行数，加减针情况说明这一列，表示钩织当前这一圈时需要用到的针法以及加减针的情况。总针数这一列表示当前这一圈所有针法全部钩织完成后的总针数。首先来钩织脚，脚有相同的两个，都是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。这款包包均用十字短针钩织，后面统称为短针。用到的针法有 X 短针、V 短针加针，下面请看演示。为了方便大家看得更清楚，这里我用其他颜色的线演示，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钩织的型号，请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取出对应颜色的线，先单环起针，接着在起针的大洞里钩7个短针，注意钩十字短针，先立个锁针起立。完成后收好线圈，最后与第一个短针引拔连接。拉紧，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。有起针线头的这一面是反面，另一面则为正面。将第一圈的正面作为整个包包的正面。下面来钩织第二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翻表示翻面的意思，翻转织片。接着钩7个短针加针，也就是在上一圈每一针上钩2个短针。钩的时候将线头包裹进去。注意翻面后，针目在左上方的位置。
钩好后也与第一个短针引拔连接。这样第二圈就完成了。后面绕圈钩织时，每一圈结尾钩引拔针，开始钩起立针，且起立针和引拔针都不算作一针。下面来钩织第三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翻面。小括号表示为一组，乘以几表示重复钩织几次。先来钩第一组，先钩一个短针，接着钩一个短针加针，这样小括号里的一组就钩好了。继续对照表格把剩余的组数钩完。钩好后与第一针引拔连接，拉紧，这样第三圈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第四圈，这一圈不加不减钩织，也就是一一对应钩织。钩完后的针数和上一圈一样，把这一圈钩完。钩好后引拔，拉紧，这样第四圈就完成了。由于下一圈需要换色，这里预留一点线头断线。下面来钩织第五圈，取出对应颜色的线，在左手挂好。翻面，在上一圈最后一针将线钩出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然后对照表格里的针法把这一圈钩完。钩的时候收好线头。完成后引拔拉紧，这样第五圈就完成了。预留一点线头断线。这样一只脚就钩好了。下面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把另一只脚也钩好，
勾好后不断线，这样脚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身体的勾织，先连接两只脚，然后向上继续勾织身体。用到的新针法有 A 短针减针，下面请看演示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配色随机，大家以手里的实物为准。接着不断线的脚继续勾织，先勾4个锁针，翻面，取出另一只脚，从第一针开始勾织。注意，从上一圈反面入针。继续对照表格里的针法勾织，收好线头。勾好后，到了锁针位置，调锁针的一根线勾织。勾好后，继续沿着针目勾织。针目位置勾好后，又到了锁针位置，调锁针剩余的2根线勾织。勾好后，与第一个短针引拔连接。注意不要勾错针目。勾好后，第一圈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对照表格，把第2圈也勾好即可。第2圈勾好后，下面来勾织第3行，先翻面，然后在上一圈倒数第12针接线。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然后对照表格里的针法勾织，勾织到最后一针前。遇到线头时，包裹线头，
最后是 K， 表示空一针不钩，这里不用引拔，这样第3行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对照表格，把对应不加不减针行勾完。勾好后，来钩织倒数第2圈，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行数较少，立个手针起立，翻面，然后钩织对应数量的短针。勾好后，钩2个锁针，接着与第1个短针引拔，拉紧，这样倒数第2圈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最后1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接着钩一个普通短针减针，先调上一圈最后的2个锁针钩织，分别挑这2个锁针的一根线，钩一个短针的未完成针。1、2，现在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绕线一次穿过，这样一个短针减针就完成了。对照表格，钩对应数量的短针。接着调针目，钩普通短针减针，先调左侧2个针目，分别钩一个短针的未完成针，然后绕线一次穿过，继续把剩余的钩完。钩好后，引拔拉紧，这样最后1圈就钩好了。到这里身体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头的钩织，沿着身体继续钩织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先来钩第1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先在头最后1圈钩对应数量的引拔针。这一圈的引拔针都不用拉紧。接着在头第28圈对应针目，依次钩4个引拔针。然后在头第29圈对应针目依次钩15个引拔针。接着在头第28圈对应针目依次钩4个引拔针。最后在头第29圈钩2个引拔针。
完成后，与第一个引拔针辫子引拔拉紧。这样头第一圈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第二圈，这一圈调引拔针的辫子钩织，对照表格里的针法把这一圈钩完。完成后引拔拉紧。这样头第二圈就完成了。下面继续对照表格钩织，后面钩织时还会用到短针隐形减针。下面我演示一下这一针的钩织，来看一下。针目有这样的2根线，靠近自己的这一根是前半针，远离自己的这一根是后半针。先穿入第一针的前半针，再穿入左侧相邻的前半针。现在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绕线从前2个线圈中钩出，再绕线一次穿过，短针减针完成。这种只挑前半针钩减针的方法称作隐形减针。用这种方法钩织，针与针之间缝隙比较小，织物整体更精致。头后面圈数大家对照表格钩织，后面钩织时会需要渡线，这里我演示一下渡线的方法。将线圈拉大，然后将织物或者线团从线圈中穿过，拉紧，然后在对应针数将线钩出。渡线可以稍微松一点，然后对照表格里的针法钩织，这个就是渡线的方法。下面大家对照表格自行将头全部钩好即可。钩好后，预留约40厘米的线头断线，最后用预留的线头把最后一圈捏扁卷针缝合好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一下方法。同时穿过2个针目。缝好后，将剩余的线头过渡到大致中间位置。然后钩5到6个锁针。
最后打结长线。形成这样的扣眼，这样头也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五官的制作，有耳朵、眼睛、鼻子、嘴巴、腮红、舌头和胡子组成。先学习耳朵的钩织，耳朵有相同的两个，都是分为内耳和外耳。首先钩织外耳，外耳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。下面大家对照表格将它钩好即可。钩好后钩织内耳，内耳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来回往返钩织。用到的新针法有 W 短针1针放3针，下面请看演示。取出对应颜色的线，先锁针起2针。起针完成后，来钩织第一行，倒2表示在倒数第2针上钩织，从钩针一侧往回数，也就是这一针，调锁针上方的半针，钩短针，钩好后第一行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第2行，第一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然后钩一个短针1针放3针，也就是在同一位置钩3个短针。钩好后第2行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对照表格把剩余的行数钩完。钩好后预留约20厘米的线头，这样内耳也讲完了。内外耳都钩好后，将它组装好。先将外耳缝到头，将头捏扁，然后在头缝合位置两侧缝合，将耳朵也捏扁，由引拔针的位置朝后，身体开口在左侧，然后沿着针目与头缝合。下面给大家提供缝合的方法，先学习方法，再缝合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大家以手里的实物为准，将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把耳朵捏扁，在对应位置缝合。
缝好后在头里面打击长线。这样一只外耳就缝好了，另一只外耳在对称的位置缝合即可。外耳缝好后，将内耳缝到外耳上，将最后一行反面朝外，与外耳缝合位置大致对齐。下面请看演示。把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将内耳放在对应位置，然后沿着一圈缝合。缝好后，将线头在外耳里藏好。起针的线头也藏好。这样内耳就缝好了。下面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，把另一只耳朵在对称的位置也组装好即可。这样耳朵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眼睛的制作，由眼睛织片和成品眼睛组成。织片有相同的2个，都是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。下面大家对照表格将它钩好即可。钩好后，将它缝到头第11到第13圈，大致中间位置缝合。两眼之间间隔约4针，缝合时反面朝外。下面演示一下方法。将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反面朝外放在对应位置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圈数不做参考，只演示缝合方法。沿着针目缝合。注意缝合时不要穿到头后面。缝好后藏好线头。这样一只眼睛就缝好了。下面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将另一只眼睛也缝好即可。眼睛都缝好后，在眼睛里侧偏下方的位置粘上成品眼睛，在平整的一面涂抹胶水，与织片粘贴即可。这样眼睛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鼻子和嘴巴的绣制。
鼻子在头第11到第12圈两眼之间绣制。先绣一个 V 字形，V 字形线段约 0.5 厘米，两根线段上方暂约2针，绣好后在两根线段之间填满线段。完成后，在鼻子下方绣2条线段作为嘴巴，下面分别演示一下。先剪约50厘米对应颜色的线，抽取其中一股，穿入缝针，先在头里面藏好线头，然后先绣一个 V 字形，接着在这之间绣满线段。这样鼻子就绣好了。绣好后，从下方出针，绣一个倒 V 字形，线段开口位置间隔约3针，绣好后嘴巴也完成了。最后把线头在头里面藏好。这样鼻子和嘴巴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手头的绣制，也是用对应颜色的线抽取其中一股，在嘴巴下方绣制这样的线段，
作为舌头。绣制时，两边稍微短一点，中间稍微长一点。绣好后，绳成大致一个弧度即可。下面大家将它绣好。绣制的方法和鼻子类似，这样舌头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腮红的钩织。腮红也是有相同的2个，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。用到的新针法有 T、中长针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先环形起针，然后立一个锁针起立，接着在起针的线圈里钩一个短针，一个锁针，接着钩一个中长针，钩好后再钩一个锁针，继续对照表格把这一圈钩完。钩好后收好线圈，然后与第一个短针引拔连接，预留约25厘米的线头断线。这样一个腮红就钩好了。下面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再钩一个，这样腮红的钩织就讲完了。2个腮红都钩好后，将它缝到眼睛两侧下方一点的位置，缝合时也是反面朝外。缝合方法和眼睛相同，注意缝合时这样横向缝合。下面大家自行将它缝好即可，这样腮红就讲完了。接着来绣制胡子，用鼻子同色线抽一股，在腮红上方和腮红偏下方一点，分别绣一条约 1.5厘米的线段，分别向上和向下倾斜。2个线段间隔约3圈。一侧绣好后，另一侧在对称的位置绣好即可。这样胡子也讲完了。到这里五官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手的钩织。手也是有相同的2个，都是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取出对应颜色的线，先起对应数量的锁针，然后从倒数第2针先钩3个短针，接着钩一个短针1针放3针，钩好后旋转织片，调锁针剩下的2根线钩织，包裹线头，
勾好后引拔结束，拉紧。这样手第一圈就勾好了。下面大家对照表格将它勾好即可，注意钩织过程中需要换色。勾好后将手缝到身体前面，也就是有五官的这一面。两只手居中缝合，两手之间间隔约4到5针。缝合方法和耳朵类似，下面大家自行将它缝好。手缝好后，在两只手之间缝上小花朵，用手开始几圈的同色线缝合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剪一节约25厘米的线头穿入缝针，先在任意一只手固定好线头，然后在手搭至第二圈里侧出针，穿入一个花朵，在另一只手第二圈缝一次，可以再缝一次固定。缝好后打结藏线，这样花朵就缝好了，手也就讲完了。手缝好后，分别在两只手上缝线段作为手指，用嘴巴同色线绣制。先在手里面藏好线头，然后在手背面第二圈出针，在前面第三圈入针，两个线段间隔3针。绣好后，在手里面藏好线头即可。手指绣好后，在脚第2到3圈也绣2条线段作为脚趾，2条线段间隔约5针。下面大家也自行将它绣好即可，这样手指和脚趾就讲完了。最后来缝合拉链，在身体侧边开口缝合，成品拉链头朝下，也就是脚的位置。具体拉链头的方向大家也可以根据喜好调整。下面演示一下缝合方法。剪约40厘米主体同色线，抽取其中2股穿入细针，一端末尾打结。这里为了方便观看，我用其他颜色的线演示。取出拉链，将拉链放在身体里，这里我用小样演示。身体开口较短，将多余的拉链放到身体里面，拉链齿下方一点与开口对齐，然后沿着拉链齿下方一点与侧边缝合。
如果想要牢固，可以往回再缝一遍，这里我就不缝了。缝好后打结断线。然后另取线将另一侧也缝好。缝合前先把下方这里固定一下。多缝几次固定。缝好后将拉链另一侧缝好。边缝边试拉。最后打结断线。这样拉链就缝好了，到这里主体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肚皮的钩织，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，钩好后将它缝到身体前面，大致中间位置，反面朝外。缝合时沿着针目绕圈缝合。下面大家自行将它完成即可。这样肚皮也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尾巴的钩织，由主体和装饰组成，先钩织主体，再制作装饰。主体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，钩好后将它缝到身体后面第4到5行。下面大家自行将它完成即可。这样尾巴主体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尾巴装饰的钩织，由小鱼和配件组成。先钩织小鱼，再制作配件。大家对照表格，将小鱼钩好即可。钩织过程中需要换色，且最后一圈需要挑前半针钩织，也就是靠近自己的一根线。下面大家自行将其钩好即可。钩好后，在正阴一面第2圈绣至 X 线段，作为鱼的眼睛。这样小鱼就讲完了。接着来组装配件，在小鱼起始位置缝上龙虾扣，结尾缝上珠子，并与尾巴主体开始位置缝合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先剪约20厘米对应颜色的线，穿入细一点的缝针，在小鱼固定好线头。然后在开始位置缝上
龙虾扣。可以多缝一次。缝好后，在小鱼身体里渡线到结束位置。缝上一颗珠子。最后在于尾巴主体开始位置缝合，这里我用小样演示。缝好后，将线头再从珠子穿回到小鱼主体，打结藏好。这样装饰就完成了。到这里尾巴就讲完了。最后来学习斑纹的制作。先按照纸样裁剪好，然后分别在尾巴和主体粘贴。尾巴上粘3个2个小点的片片，一个大片片。耳朵前面粘一个半圆形，开口旁边粘小点的片片，另一侧上方粘一个大一点的片片，下方粘小点的片片。下面大家自行按照纸样将它们裁剪好并粘贴好即可，这样斑纹就讲完了。最后将龙虾扣扣在头扣眼位置，或者缝合花朵的线段。到这里，这款包包就讲完了。如果大家在钩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苏苏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